Hello，大家好，我是不二。Hello，大家好，我是3歲。然後今天我們這期視頻主要是想分享一下關於我們來新加坡就是辦理 DP 的這樣的一個過程，以及所需要的手續，還有大概的歷時時長這樣子。然後呢，接下來我就先問一下3歲，那你可以就是先大概的講一下辦 DP 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嗎？好的。就是在說辦 DP 之前，我可以先簡單的講一下辦那個工簽，就是主申人他的 SP 或者是 EP 這個簡單的情況介紹一下。因為在新加坡，他們還是跟其他國家有很大的不一樣，就是說他的工作簽證都是由你的雇主來提交申請的，所以並不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申請的這些动作。但是你還是需要提供一些你自己的那些材料。对，我就是想說，是不是說你的雇主都帮你申了，你就啥都不管？那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们在海外找到一份新加坡的工作，他给办工簽的话，他是首先会要求你提供你的各种一些，比如说简歷啊，護照，信息頁。然後一些畢業證書，比如說你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的畢業證書，就是學歷證明，是不是？對，都需要提供，就包括從本科到你的博士的，對。然後如果是國內的話，他還要求一個畢業和學位雙證書，然後也要翻譯成就是英文。如果它不是英文的話，那你這個其實是沒有翻譯的，它本身就是英文的，就是除了你本科需要翻譯以外，對，除了我本科是翻譯了的，然後碩士和博士是沒有翻譯了，因為它本身就是英文的，所以就不需要翻譯。我還有一個問題，那你需要花錢嗎？就是自己花錢去交這個申請費之類的嗎？不用，這個也是一個新加坡從外面過來工作的一個優點，就是他辦簽證，第一不用你去系統裡面申請，不用你去 MOM 申請，然後第二你不需要出一分錢，都是雇主他會出這個申請費和其他的一些費用。那像你這個情況，它是不是只針對於 SP 和 EP 呀？應該不是 WP， 它應該也是屬於雇主申請的。我雖然沒有申請過，因為我們是直接申 SP 或者是 EP 的這樣子的情況。對。然後就是講完了我們這個，就是講我們這個主申請人的，就我們可以再講到 DP 就更簡單了，它沒有那些其他的那些證明你的要求，不用交其他的畢業證之類的東西，它只需要就是 DP 那個申請人他交護照、信息頁和一個結婚證就可以。或者是護照、信息頁和一個結婚證。結婚證，或者我不知道他們這邊認不認同居，但是但是一般就是如果是小孩的 DP 的話，就是出生證明。好像他們是不認同居的，我記得室友好像說過。那就是應該是不認同居，因為我們之前去的地方都認同居，然後所以就只有這2樣了。然後它的時間線就是我給不二就是叫我的雇主學校幫忙，他申請的是也花了比較長的時間，我記得是3月31號提交的，就是我從學校的網站上面提交的。提交我的資料嗎？對，資料申請就是交資料、填信息這些。然後學校的話，它是處理的慢一點，就是我交了這些以後 ，HR 那邊他需要把這些材料提交給就是 MOM 那邊，他們是4月11號提交的那個申請。OK。对，但是提交了申請以後 ，MOM 我感覺他們處理的還是比較快的。他們那邊就是22個星期吧，他們說的最長的話是15個工作日，但是他實際是只用了2個星期。我們是4月28號就批下來了，拿到了 approve letter 那個同意信。然後在這之前，我們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已經入境了新加坡，我們還擔心就是他在我們旅遊簽入境的時候就是批不下來，所以我們還特地去新山刷了一趟簽證，
就是出境再入境就可以又可以待30天。但谁知道我们刚在前一个周末刷完这个签证，这个旅游签，然后到周一的时候，他马上这个 MOM 就给发了那个同意信，所以就可以一直待在这裡了。总的时间就是前后从申請到拿到那個 approval letter， 就大概花了1個月的時間。然後從拿到那個 approval letter， 你還得去就是 MOM 辦就是錄指紋和拍照，這裡還是等了比較長的時間。我們就是5月21號，反正也是5月20多號才讓我去。我記得還有一個做體檢。哦，對對對，我漏了這一步。對，他還有一個做體檢的這一步，因為我的體檢是在國內做的，我感覺國內做它的效率還是快很多的，而且國內做不需要你去任何什麼之類的外市那種專門指定的這種醫院，你在任意的一個就是人民醫院啊、三甲醫院這種體檢科，它就可以做。做了就是當場能拿到嗎？不是當場，就是也是要1個工作日，就是這個就是非常快的，這是我們體驗的不一樣，在國內確實會快很多，1個工作日，然後它而且特別便宜，因為我們只需要做2項，一個是胸部 X 光，還有一個是驗血嘛，就做這2項。我記得我當時就花了80人民幣做了這2項，然後1個工作日我就去拿到了那個結果，然後就叫他們填一下那個單子，就可以就是說一下正常沒問題，然後再簽一個字，這樣就行，非常的快，1個工作日。然後不二他的這個簽證那個體檢，抱歉，這個體檢就你來說你做的。我就記得他扎我去到我家附近那個商場，因為他不是給了一個 letter 嘛，我是去按照那個 letter 預約的，就是先抽血驗血，然後再去做胸片嘛。我是先去的那個驗血的，因為他就離家比較近。我就記得我當時進去，我感覺就給人一種比較專業的感覺，因為前台看着也是有工齡在那裡嘛，然後進去一個醫生就是也很禮貌很溫和，就是問什麼問題也很耐心，就我不懂的也會講，然後講的也很細緻。我覺得唯一不足的就是他扎了我2次。是的，他好像是年齡比較大是嗎？是一個阿姨。我不是，就是扎我的是一個男醫生，我不知道，就是看不太出來他年齡，可能30-40歲左右吧，就是中年男性。然後我覺得他是很專業的，只是我沒有想到他扎我的血管的時候，可能我當天有點緊張還是怎麼樣的，反正他扎我這個大胳膊這個粗的血管，就正常來說我扎這個粗的血管，我在國內從來沒有說沒扎到過啊，除非是扎這種手背上的小血管，就可能會遺漏還是怎麼樣。但當時他扎我這個大血管，他沒扎到，然後他就來那個針孔就來回這樣戳，你知道嗎？我本來是很害怕打針的，我在去驗血之前我已經給自己做了很強的心理準備，我努力的不去看這個事情，但是他在那裡這樣來回抽動的時候，我真的就是很難忽視這個，我就提醒那個醫生，那不是當時那個醫生說，哎，怎麼沒有血耶？然後他就來回這樣，就是沒有扎到嘛，來回扎嘛，然後我就忍了一會兒，但他一直沒有扎上，我說啊，你是不是沒扎上啊？要不再扎一次吧？我這個印象是很深刻的。是的，他感覺有點離譜啊。對，而且我知道他緊張，我也沒有自己，我只是本身一個怕扎針的人來說，這個經歷真的有點嚇人。我覺得有的選的話，我還是寧願選擇在國內做體檢，然後帶過來。但是沒有辦法，他們必須有這邊指定的醫療機構，是不是？就是 DP。對對對，如果是在這的話，他也是需要那種，就是當然，因為我們聽我們的舍友說，就是他們在這待了比較長的時間，就是說新加坡。他們這些醫生，他們的經驗也比較堪憂。我覺得可能是分醫生和專業年限嘛。就後來他扎了我這個手背，就是他一次性就又扎進去了，你知道嗎？就很神奇。但他扎我胳膊，他扎不了。然後我的手背他就紫了1周。
是，然後博二他对这一个还是本身就比较害怕，所以他拖了一段时间才去做这个体檢，然後果然是跟他害怕的結果是一樣的。就真的是你怕什麼來什麼，你知道嗎？你怕扎針，你就非得今天要挨扎2次。對的，然後後來他那個拍胸片的地方好像還不太一樣，對吧？對，就是在另一個地方。對，他當時就我抽了血之後，他會給我一個單子嘛，讓我去那個機構去拍胸片。其實我應該依稀記得他有跟我講說要搜這個名字後面有後綴什麼什麼的，但是我後來去搜地圖的時候，我就搜了他這個體檢機構的就是大名，但是我沒有去搜他的後綴，因為他後綴可能會分區，我就沒有去他指定的那個區的機構，我就直接去了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近的機構去做。做了之後呢，就是比較抓馬的事情就是然後過了1周嘛，然後我就打電話過去問我說有沒有收到我的體檢報告啊，因為正常來說他們說是2到3天就能出來嘛，因為胸片報告會出的比較快。然後後來那個前台他說沒有，他問我去的哪個，我說我去的哪個，他說啊不是這個，那你可能還得再去另外一趟，就是還得再去他們直接再拍一次。我當時我內心的想法是拒絕的，因為他們那個機構離我巨遠，我來回起碼要2個半小時，就更別說我是路痴，我真的特別是很抗拒的。然後當時他那個前台可能也沒有遇到過，就是會有人拍胸片。哎呀，剛剛手機沒電了，現在不知道說哪兒了，反正大概就是承接上了嘛。就是他沒有遇到過可能拍胸片也會走錯場子的人，所以他沒有經驗可以應許，也沒有就是可以借鑑的什麼解決方法讓我去做嘛。然後我們當時還以為又要我們重新再去拍一次哦。對，然後他當時說可能還要再交1次錢，但是我就在想，畢竟他們是同一個公司吧，我不知道是這邊醫院是公司吧，反正就是同一個名稱下的醫院，他們內部的機構應該是通用的，就是系統啊或者什麼的肯定是通用的。然後我就安慰他，我說你別着急，我想想辦法，我找一下那個醫院，我問他們要一下體檢報告。然後我後來就回來自己去聯繫了那邊，聯繫了他們那個前台，就打電話過去，我就跟他們說了我的情況之後，人家那邊就是很爽快的，就是說啊，我們這個是會提供體檢報告的，今天下午就會送過去。然後所以說就一路的折騰啊或者擔心其實是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就是虛驚一場吧。但好在所有的事情就都解決了。然後這個體檢的事情就花了2周時間。對，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就花了2周了。就打個燈。沒必要了嗎？可以。對，花了2周時間，然後我拿到博二的體檢報告以後，我就馬上交給學校的 HR。然後 HR 他就提交到 MOM 裡面，然後就馬上就說可以去預約按指紋和拍照的這個流程了。對。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拿到的就是已經是5月17號左右了，然後他就叫我們在幾號20，我記得是23號之前哦，23號之前他要我們預約到按那個指紋，然後所以我們就約了一個22號的，最好一開始還沒有刷到這個 slot， 但只是後來我再去刷的時候刷到了這一個下午。就是他的那個預約的表是10分滿的，一開始約還不一定能約到，但是他發的那個郵件就是說你預約下一周的就是一定能約到這樣子，就是實際情況不太相符。所以大家如果以後要用護照要去旅行或者是有其他計劃的話，就建議提前去約，就不要像我們把所有事情都堆在一起嘛。因為我們為什麼急着辦這個 DP， 是因為3歲他的護照要過期了，他要去換護照，然後同時呢我們還是要去申那個美國簽證，然後也需要去交了那個護照，所以就剛剛好3個地方都要用護照，所以就是一個比較抓馬的事情。對，然後這個一套辦下來到拿到那個真正拿到 DP 卡就是2個月，對，2個多月，我覺得2個多月了哦，對2個多月了，都是6月，他是過幾號？6月4號，對，才過來送。而且中間有一個奇葩的事情，就是他本來說6月1號對吧？對，來送的，然後他6月1號又沒有來，就是他也沒有說為什麼沒有來之類的，就直接打個電話說沒找到人。
但其實人一直都在家裡面等着他這個送这个卡 DP 卡，对，然后他又说到6月4号才再回来送一次。对对，这个事情我其实有一个视频就是说过嘛，就是拿到 DP 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是我等了他一上午，他是说9点到1点会来送 DP， 在12点50几分的时候他就真的出现了。我觉得他要再不出现，我可能就要去给他们那个网址打電話，然後說人都沒有來。是的，剛好12點50幾分就出現了。對，今天就是整個我們辦這個 DP 和附帶簡單介紹一下我這個工簽的那個流程。大概流程。對啊，但是我那個就是我的工簽卡它辦的還是比較快的，因為我主要是所有的步驟都在國內完成了，就是體檢之類的國內完成了，所以我們過來的時候我就是馬上就是可以約那個按指紋和拍照的時候，我就立馬就約了一個，所以我到了以後就是4月初就去按了指紋和拍了照，然後4月13號就拿到了那個工簽卡。就弄好了 SIM-Pass， 然後還辦好了銀行卡之類的。說到這個，我其實就順便想吐槽一下，就是費了這麼長時間，費這麼大勁辦了一個 DP 嘛，其實我覺得就跟一個臨時的居留證差不多，因為它只有這一個用途，我感覺在新加坡 DP 的話，因為它對你任何找工作啊，或者是兼職啊，甚至是自己去擺個地攤，然後它其實什麼幫助都沒有。沒有任何用處，對，它只是說你能長時間在新加坡待着就只是待着，只能躺。是的，就是另一個我們想要吐槽的點。對，我們可以後面專門開一期講一講這個各個國家不同的，我覺得就是辦理簽證它的優缺點之類的。就是新加坡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國家，迄今為止我們碰到要求比較嚴格的一個國家，只能這樣子講。其實我覺得對新加坡 DP 它的功能我其實都沒啥太多說的，它就是只有一個居留的作用。就可能下期我們講 DP 的話，可能就是講比利時的 DP 和加拿大的 DP 它的簽證申請流程、材料以及它的相應的功能。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我們就再出一期這樣的視頻。那今天的視頻就先到這裡啦，下期再見，拜拜。